秋冬天是不是很多姐妹们像我一样特别喜欢买各种各样的帽子，但只要买回来之后呢，就会闲置落灰。所以我今天准备教你们3款非常适合戴帽子的发型，只要学会它们，过年回家拜年的时候不想洗头也能美美的出门了。我今天是特地忍了3天没有洗头，你们看我这头发已经有点出油了。然后工具也非常简单，只需要准备一点黑色小皮筋，然后一把梳子，一个夹子，这2个没有也没有关系的，用水完全可以。先来教你们第一种可甜可酷的多变麻花造型。我们首先需要把头发把它梳顺之后呢，分成2份，像我的话是中分嘛，你们也可以分偏分，这个就看你们自己本来的发型。后面的发际线如果你想要不那么明显呢，你就把这个中间弄成那种波浪形的就可以了。好，分成2份之后，先把它梳顺，然后取一撮上面的头发，然后从底下再抓一束。好，中间这一撮我们先不管它，拿一个夹子把它固定一下，这样比较好操作，它就不容易弄散了。我们再把这一撮呢，就把它整个编成一个3股辫。3股辫不用我多说了，这一步很简单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，这个发型呢，就是要把它编得比较紧。然后编到下面之后呢，我们就找一根皮筋把它扎起来，要留一点点发尾哦。好了，这一根我们就不管它了，把这个夹子取下来，把它固定在上面。中间这一股呢，我们同样也是编成一个3股辫，然后再找一根皮筋把它扎起来。好，我们放下来看一下效果，看到没？这样就是2根小辫子。如果你发量比较多，当然可以多编几根辫子。因为我头发本身比较细软，然后又比较碎，所以2根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再来织这边，但是这里有个知识点啊，就是你们千万不要只是把上面这部分扎成一个辫子，下面扎成一个辫子。我给你们演示一下错误的编法。好，你们看，放下来之后呢，两边就有截然不同的一个角度，因为这边是上下2层，所以它上面这个辫子跟下面这个辫子中间差的太多了，就这个角度距离过大，然后这边呢就相对来说比较融合。你看，把帽子戴起来之后呢，两边差别也挺大的，看出来没？就这边呢，2个辫子就比较翘，然后它会比较往上扬，然后这边呢，它会随着你这个帽子的角度往下垂一点，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协调。如果你想要酷一点，那到这一步就已经差不多了。但如果你想要甜美一点呢，就可以把这个辫子稍微把它扯松一点。扯的这个方法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，就扯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整股扯出来，就一小撮把它扯一扯。两边都扯一扯，这个扯的方法其实挺重要的。就如果你扯的太多，整根辫子就散掉了。然后你只取一点点呢，这根辫子既有那种蓬松的感觉，然后又比较紧。好，搞定了。你们看这根辫子和这根辫子，它的粗细完全就变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看起来就比较甜美一点。然后我把这边按照正确方法给它织好。好了，我们的小辫子全部扯松之后呢，我们就找一顶帽子。我现在用这个贝雷帽给你们演示一下，因为这个帽子呢戴起来就是比较甜美一点点，因为我们把它扯松之后呢，它会显得比较蓬松，所以甜美感就比较强一点，是不是显得又精致又甜美？稍微调整一下这个帽子，不让它完全正着，完全正着有点死板，我们可以稍稍把它角度调到一边去，现在效果是不是还挺不错的？就感觉脸型也被修饰了，然后头发看起来既有凌乱的感觉，但是又有那种稍微打理过的精致感，还可以吗？让我换个帽子给你们看一下，它也很适合戴这种帽子，有没有？超简单的这个方法，只要学会这个方法，你就随时可以，就是不洗头就可以出门了。第2个方法呢，是在这个头发的基础之上进行变形的。我们首先呢，就把这2股辫把它抓成一股，然后呢，我们把它往后翻，然后再找一根皮筋把它扎起来就可以了，超级的简单。我每次都希望教你们特别简单的发型，这样所有手残党都可以跟着我学发型了。你看，扎起来之后，是不是就成为一个小揪揪？然后它这个发尾呢也比较凌乱，所以就有那种随意的感觉。好，然后这边也是同样的方法，把它往后一翻，往后哦，不要往前，因为往前的话，它这个发尾呢就在前面。然后前面就能看到这个发尾，就稍显凌乱了。如果你是短头发呢，其实你就稍微扎一个小揪揪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头发比较长呢，就多折几番就好了。好了，然后把这2个小揪揪的角度调整一下，因为它是有2根辫子嘛，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有点分开的感觉，所以看起来呢就不像是一根辫子那么小。然后我们同样也是戴上帽子给你们看效果。我觉得这个发型戴帽子真的很好看，因为很俏皮，很减龄。然后这个发尾我们把它藏在帽子里。有没有一戴帽子就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？是不是很好看？就很可爱，然后呢又很精致。然后再换一个帽子给你们看一下。其实这样单独出门，我觉得这个发型也挺好看的。当
当然戴帽子我觉得它更好看一点，有没有？很好看对不对？而且很简单。重点是啊，你还是要带一个配饰的，如果你不带配饰就稍显单调。你看只有帽子没有耳饰，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灵动了？第3种发型呢，依然用的是我之前教你们掏洞的那个方式来编的辫子。首先还是需要把这个头发分成2份，但是在这一步呢，我们先要把头发给扎起来，扎成2股，可以扎的靠下一点点，因为我们戴帽子嘛，所以这个头发低角度的话会比较好戴一点。如果你太上的话，那个帽子会撑住。2根辫子很像葱花，但没有关系啊，我们先来操作，然后把这个头发呢掏一个洞，注意是从后往前翻出来，很简单吧？因为从前面拉出来呢，这个辫子它就比较靠中心一点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头发的长度，然后把它分成几节。然后像我的长度呢，就大概在这个位置，可以扎一个皮筋。好，扎好之后呢，我们依然是把它弄松一点点，然后也是掏个洞。但是这一步呢，我们是从前往后翻，就跟刚刚是相反的方向，把它掏出来。然后你们看，因为它一前一后，所以这个头发的角度呢就会调得比较正一点。同样这边也是一样的。好，你们看。2节就弄好了，然后第3节，因为我这里剩的比较多嘛，如果你头发比较短，到这一步就可以结束了。如果头发比较长呢，当然就可以更往下一点。好了，搞定了。然后到这一步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头发稍微整理一下，把它扯松一点。因为扯松呢，主要是让它不要让这个皮筋那么明显，同样也是扯一部分就好了。好啦，到这一步我们就完全搞定了。同样也是戴上帽子给你们看效果，跟刚刚那个发型感觉完全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也是同样要戴上合适的耳饰啊。其实这个贝雷帽呢，可以稍稍往下戴一点，因为你戴的太靠上呢，就显得你的脑门特别的大。然后这个帽子呢，不要太贴头了，太贴头显得上面很扁，然后往后戴一点。贝雷帽呢，因为像这种比较软一点，它就比较好调整位置，就可以根据自己脸型，然后整个的角度把它稍微弄一下。好啦，我今天教的这3种发型是不是都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各种长度的发型都很好操作？那过年串门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把压箱底的帽子都拿出来了，小吗？